盟军对西西里岛的成功占领，就直接导致了墨索里尼的垮台，而且是被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给罢免的。早在盟军刚开始攻打西西里岛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得到了消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其他高层想要换掉墨索里尼。于是，在7月19日的时候，希特勒找来墨索里尼，跟他商讨，要不要干脆就学一下斯大林，也在法西斯党内搞一次大清洗，先下手为强，把那些敌对势力给处理掉。正当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盟军第一次对意大利首都罗马进行了轰炸。这个消息让墨索里尼已经不再是慌张了，而是绝望。等他回到罗马的时候，另一个情况比盟军轰炸罗马还要严重。7月24日晚上，意大利法西斯党召开了最高委员会会议，以19-8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君主立宪制，把军权重新交还给国王。第二天，墨索里尼就被叫到了皇宫里，当场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随即就被带走关押了起来。陆军元帅佩德罗·巴多·格里奥接替了墨索里尼，成为了意大利的新首相。虽然这个巴多·格里奥也是法西斯党人，但是他跟墨索里尼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也很有自知之明，因为他太清楚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了，并且他反纳粹，他坚决反对意大利跟纳粹德国结盟参与战争。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是真的仗义。墨索里尼被捕后，7月27日，希特勒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商讨解救墨索里尼的方案。陆军、海军以及盖世太保都在纷纷打听墨索里尼的消息。最终是由盖世太保探听到墨索里尼被软禁在大萨索山皇帝坛的一间公寓里。他原本是要被交给盟军的，但不知道为何迟迟没有移交，这就给了希特勒足够的营救机会。于是，在9月13日的时候，希特勒发动了橡树行动，由希姆莱率领的党卫队执行，轻而易举的就救出了墨索里尼，并且把他送到了维也纳。2天后，墨索里尼见到了希特勒，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也仅仅只是表达感谢的拥抱，因为这个墨索里尼实在是太烂泥扶不上墙了。希特勒给他建议，让他在意大利的德控区恢复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拒绝了，因为他并不感兴趣了。虽然最后他被迫无奈在加尔达湖边的萨洛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但他也没有心思再继续当领袖了。这个时候，谁都知道他已经变成了希特勒的一个小傀儡了。而真正的意大利政府这个时候也一直在尝试私下跟盟军媾和，并且最终在9月3日跟盟军签署了停战协定，正式退出了战争。而1个多月之后，10月13日，意大利又重新加入了战争。不同的是，他们这次宣布退出轴心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意大利的反水对希特勒来说其实无关痛痒，因为意大利的战斗力、垃圾程度大家是有目共睹。作为盟友，动不动就要抽身去救他，现在反而感觉像是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希特勒心心念念的依旧是苏联，不知道为啥，希特勒对苏联似乎有着一种近乎痴狂的执念。虽说这个墨索里尼有点烂泥扶不上墙，但是他的战略眼光还的确是要高出希特勒很多。早在他还没有垮台之前，就诚恳地给过希特勒建议，别再紧咬着苏联不放了，趁现在还占着苏联的大片土地，赶紧跟斯大林谈一谈，要怎么样才能停战。毕竟斯大林也是一个大独裁者，说话还是可以算数的。另外，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垃圾程度也实在不输意大利，但前提是别到冬天。所以墨索里尼就建议希特勒先稳住苏联，专心应付一下西线的盟军，等搞定了西线的盟军，苏联的事情再从长计议。只不过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吞并奥地利之前了，希特勒怎么可能会听墨索里尼的，反而决心要对苏联再干一票大的。左传里有句名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前2次那么气势汹汹的都没能达到目的，而到了这个时候，纳粹德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怎么可能会把苏联怎么样？所谓的干一票大的，最终只凑齐了不到50万人的部队，再加上新配备的虎式坦克发动的堡垒行动。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这
这个时候已经有陆军的高级将领不再看好继续攻打苏联了，其中就包括古德里安。果不其然，纳粹德国是7月初发动的堡垒行动，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坦克就已经损失过半，进攻线于停滞。苏联人没等德军停止进攻，就开始转为反攻。要知道，7月份可是夏天，之前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夏天打赢过德国人，而且都是一溃千里。而现在，苏联人已经开始在北中南的所有战线上展开了全面的反攻，迫使纳粹德国不断后撤。这是苏联在这次大战当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战场上失去过主动权。到了8月份，苏联的反攻已经扩大到了全线。8月23日，他们夺回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9月25日，收复了被德军长期据守的斯摩棱斯克；11月6日，收复了基辅。而到了年底，这次将要由希特勒来构建一条冬季防线了。而且不仅东线的苏联，要不了多久之后，在西线盟军也要杀过来了。从1943年的下半年开始，德国人就不得不开始面对他们的先辈们一直极力避免的状况，就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东线的苏联已经开始了全线的反攻，西线虽然有英吉利海峡的阻隔，暂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情，但盟军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登陆法国。隆美尔调任 B 集团军群总司令，驻防法国的北部，抵挡盟军登陆。如果隆美尔后来没死，不知道战场局势以及后来的世界格局会不会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因为毕竟隆美尔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既不虐杀战俘，也不屠戮平民，而且军事水平一流，多次拒绝执行清除战俘的命令，只要达到战略目的就可以了。哪怕身处敌对阵营，时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称赞隆美尔是一位伟大的将军。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评价他的这位老对手，也只说他狡猾，称他为沙漠之狐，而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纳粹德国的3大名将麦施坦因、古德里安以及隆美尔，其中古德里安的遭遇算是最差的了，但也仅仅是投降后被关了3年，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麦施坦因最开始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后来英美迫于苏联的压力，判了他18年监禁，但也被关没多久就被释放，并且最终还担任了联邦德国的军事顾问，北约的高级顾问。那就更别说隆美尔了。我估计如果隆美尔要是没有死，极大概率会被盟军收编。为什么这么说套用莎士比亚戏剧《裘里斯凯撒》里的一句话，不是我不爱凯撒，只是我更爱罗马。隆美尔呢，就是不是他不爱希特勒，只是他更爱德国。隆美尔在调任 B 集团军群总司令过后，到一线去视察，发现所谓的大西洋壁垒好像也并没有传言的那么神话，还是有非常多的漏洞。于是隆美尔给希特勒建议，要不干脆直接找盟军谈判算了，实在不行就退守德国，专心对付东线的苏联。到时候盟军一定会转头支持德国对抗苏联，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德国就会变成对抗苏联的第一线。为何隆美尔敢笃定盟军一定会支持德国对抗苏联？因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都一样，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天然死敌。只不过现在纳粹德国绝对强势，而且四处挑起战争，掠夺了大量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土，而且同时还招惹了共产主义的苏联。盟军是迫不得已要跟苏联一起夹击纳粹德国。如果不是为了铲平纳粹，盟军绝对不会跟苏联合作。况且丘吉尔就不止一次的表示过，他所希望的战争结果是纳粹德国躺在棺材里，而苏联躺在手术台上。后来的冷战格局其实就证明了隆美尔当初的构想。只不过隆美尔的建议再一次毫无悬念地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拒绝。而面对东西两线日益紧张的夹击局势，德国国内的那些密谋分子又再一次活泛了起来。他们一直试图想要密谋暗杀掉希特勒，早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就制造过几次暗杀事件，只不过都失败了。后来因为希特勒带领国家日益壮大，在国内受到了绝对的拥护，不得已让他们偃旗息鼓。而现在局势岌岌可危，这些密谋分子又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暗杀掉希特勒。这些密谋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国防军内部的将领发起的，比如费多尔·冯·伯克、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只不过后来因为暗杀不成，他们自己内部本身也分裂成了好多派系，但是也依旧不断的拉拢国防军的其他高级将领，
比如当时的东线总司令君特·冯·克鲁格，还有曼施坦因以及隆美尔。起初，隆美尔是拒绝的，也包括克鲁格，因为他们俩跟之前的那伙密谋分子有一个本质上的分歧，就是他们并不赞同，甚至是反对暗杀希特勒。因为你即便把希特勒给暗杀了，但是纳粹党的党徒众多，这样一来就毫无疑问的会引起国内的动乱，对解决目前的局势毫无益处，反而会加速国家的崩溃。但隆美尔也赞同必须要采取某些措施来挽救现在的局面，所以并没有告发他们。但是后来隆美尔几次找到希特勒建议要赶紧想办法解决目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的时候，都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拒绝。而且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变得异常的暴躁，动不动就出口辱骂。所以1944年2月，当密谋分子再一次找到隆美尔的时候，隆美尔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答复：站出来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隆美尔从始至终都是坚决反对暗杀希特勒，而是主张由陆军将他逮捕，并且押上法庭，对希特勒向德国以及德战区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加以惩治。甚至后来他直接把他的想法汇报给了他当时的名义上的顶头上司西线总司令戈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伦德施泰特完全赞同隆美尔的想法，他告诉隆美尔：你年轻，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放手去干吧。但是那伙密谋分子不这么认为啊，他们觉得是得到了军方的全面认同，所以1943年到1944年间密集地展开了多次暗杀，只不过前几次都没能造成实质上的动静，要么就是希特勒提前离开了，所以临时终止，要么就是炸弹故障没能引爆。而最后一次是在1944年的7月20日，在元首总部拉斯滕堡的狼穴，后来这次称之为720密谋案。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次暗杀也仅仅只造成希特勒轻伤，但是这样一下子就彻底的激怒了希特勒。半夜1点半，希特勒广播全国，说他用纳粹党人常用的方式来清算这些密谋分子。希特勒从不开玩笑，这一次他当然更不会。他吩咐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去办这件事情。希姆莱手段凌厉，毕竟整个欧洲的德战区提到希姆莱的名字，无一例外的都是瑟瑟发抖。根据盖世太保的资料，总共有7000人被捕，而这次720密谋案直接导致了隆美尔的死亡。但是跟其他人被羞辱的处死不同，盖世太保找到了隆美尔，他当时正在家里养伤。盖世太保给了隆美尔2个选择，要么接受审判，变成叛国者，变成帝国的叛徒，判处死刑；要么自尽，但是德国人民会听到隆美尔元帅因为伤重不治而死亡，他依旧是德国人民的偶像，德国人民的英雄。隆美尔选择了后者，他穿上了非洲军团的皮夹克，拿起了元帅结账，告别了妻子和儿子，跟着盖世太保的人上了汽车。15分钟之后，医院给隆美尔的妻子打来电话，说有2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遗体，元帅因为之前头部受伤引发了大脑栓塞而导致了死亡。随后希特勒给隆美尔的妻子发电报表示吊唁，并且下令为隆美尔举行国葬。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往往就是这些热血沸腾的人。希特勒本人其实就是这种热血沸腾的人。又比如这伙一直想要暗杀希特勒的密谋分子，他们如果能听从克鲁格以及隆美尔的建议，只逮捕希特勒，移交法庭审判，或者直接移送给盟军换取谈判，那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当时整个东欧都在纳粹德国的掌控之下，不止东欧，甚至还包括苏联的大片土地。即便当时苏联已经展开了全线的反攻，但如果德国只需要专心的对付东线的苏联，那以苏联那么垃圾的战斗力来说，能不能打回来真的尚未可知。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办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西线的盟军已经从诺曼底成功的登陆，并且夺回了巴黎，正在准备朝德国本土来了。